做洪门主母20年，我待婆婆有如亲母，对夫君事必躬亲，为子女呕心沥血，最后却只得一句娶妻如你有种门美，我被抛弃在别院，伶仃死去。重来一次，我决定换种活。婆婆要出家礼佛吗？出呗。夫君要娶外室进门吗？娶呗。儿子整日混迹风月吗？混呗。他们要做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没想过会这样死去，夹着血的风，刀子似的往屋里灌。婢女跪在地上哭，夫人那边说没有石炭了，怎么有可能呢？唐朝侯府大冷的冬日没有储炭吗？无非是得了某些人的病，饮食克扣，用度克扣，如今连取暖的炭火都不给了。至于是哪些人的令，总归不是那个我嫁来时口口声声会把我当做妻女的婆母，就是那个求娶我时说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夫君。再要吗？是那个我10月怀胎去喊别人做母亲的亲儿子，又有风刮来，我捂着胸口一阵咳嗽，却咳出大口的血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去请大夫，不必了，大过年的哪个大夫愿意冒着风雪来看一个侯府的气氛呢？我让云蝶把躺椅挪到庭外，不一会儿，焰火点亮夜空，一街之隔，侯府迎了新妇，添了新丁。这个除夕夜自然热闹非凡，只有我嫁入侯府20年，为整个侯府鞠躬尽瘁，就落了个婆母不爱夫君不喜儿子厌恶的下场，真是讽刺啊！夫人，夫人，烟花声盖过了云蝶的哭，我就死在这样一个阖家欢乐的夜晚，我的夫君搂着新人儿子，放着烟花婆母，喝着新茶，没有一个人记得为他们倾尽所有的下堂妇，所幸老天记得我重生了。此刻我正操起一盏茶，看看要往沈怀志身上砸崔妙仪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娶一个平妻而已，你就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我愣了，神茶斩紧紧扣在手上。这是6年前，沈怀之在外养了10年外室男的滴水不漏。我得到消息后，大病一场还未痊愈，沈怀之就堂而皇之的将人带到府上，说要娶她做平妻。我与阿之本就是青梅竹马，早有婚约，若非先娶了你我，定是要娶她做正妻的。如今说是平妻，她到底要还民生姐姐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嫁给他10几年，我从来不知他还有个早有婚约的青梅，上辈子这盏茶毫不犹豫的砸了过去。我与沈怀之大吵一架，气得呕了血，就此落下病根。可这会儿，我扣着那盏茶，扬着的手微微颤抖，一丝愤怒都没有。我竟然重生了！重生在一切刚刚开始时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是一定要，那就娶吧。我是施然，放下茶盏，沈怀之正祝夫君不计较杜姑娘2嫁之身，不忌讳世俗眼光，兑现10几年前的婚约，委实有情有义。我浅浅饮口茶水，望着他，弯眉便挑个好日子，将杜姑娘迎进门吧。在沈怀之见了鬼的表情中，我起身，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呢？上辈子感情上伤害是一方面，更多的是我顾及侯府颜面。杜志的确与沈怀之青梅竹马，也的确与沈怀之有过婚约，可当年他嫌弃侯府没落退，婚嫁了户部尚书的儿子，3年不到，被人以不是姑舅之罪休弃娘家，嫌他丢人，不肯接他回去。沈怀之倒是不嫌他，转头将人收入囊中。可这事若摆在明面上，侯府娶了一个下堂妇为平妻，还是同僚的下堂妇，京城上下要如何议论？侯府沈怀之在朝堂上又要如何面对？那已经是京兆府引得杜志的前夫，我的诸多考虑在沈怀之看来就2个字：善妒。这辈子便由着他去吧。侯府的名声，沈怀之的官途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收拾些细软，给杜姑娘送过去，我吩咐婢女跟侯爷说一声，选好了日子，往内院知会一句即可。我不仅同意沈怀之娶，还要他娶得热热闹闹，风风光光。侯爷又要娶妻了，不到半日，侯府里便传遍了。与上辈子不同，上辈子我不同意下，人们只知我和沈怀之大吵一架，其他的事万不敢嚼舌根的。但这次我的贴身婢女恭恭敬敬的送去了衣裳首饰，临走前更是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音量，大大方方地道：夫人请杜姑娘好生在侯府住下，待侯爷择定婚期，必定8抬大轿娶杜姑娘入门。云芝回来说，不知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夫人，您当真与那杜姑娘入门做平妻吗？云芝是云蝶的姐姐，上辈子她去的比我还早，临终前却还记得将妹妹接到别院照顾我往她手里塞了一块桂花糕，别院3年，这可是稀罕物时，没来得及说句话，外头一阵嘈杂，大公子，大公子，您慢些，仔细撞着兰花，或我的好儿子来了。母亲，你就那么没用吗？沈浩一脚踹开了我的房门，就这么让那个女人登堂入室。堂堂中永侯府的主母就是这样管家的。我手上正拿着一块桂花糕，也不用放下了，咸咸咬了一口，静静的望着他。10号，今年14，我15岁时嫁入侯府，当年就生下了他，生他时难产3闷，日夜险些死在产床上。可多年来我与他感情算不上亲，后一来生下他后，婆母说我需要静养，就将他抱走了。这一走就是6、7年，好不容易将他要回来，他的眼里只剩下婆母。二来后来我才知晓，婆母明面上一片祥和，
背地里却做尽了挑拨离间之事。要教他读书是为了我的脸面，不许他与那些纨绔子弟来往，是恨他产床上折磨我3日，见不得他开心，甚至不许他去风月场所，都是怕他通晓男女之事，早早娶妻，抢走我的掌家之权。沈浩这棵树早就长歪了，曾经我心怀愧疚，怪自己当年懦弱又不懂事，没能将他放在身边亲自教养，竭尽所能的想要弥补别院，3年才终于明白，不是所有母子都有亲缘的。我说有错吗？沈浩梗着脖子，往常他发这么大脾气，我定然急急过去，又是倒茶又是抚背，让他有话慢慢说。但今日我只瞥开眼，给自己倒了杯茶，母亲沈浩的声调居然软了下来。那女人做妾尚可，怎能做妻，娶一个下堂夫做妻？我在国子监岂不被人笑死？更何况别人也会笑话，你说你之家不严是吗？上辈子他可是跟着婆母一起说我连个弱女子都容不下，说我是杜甫呢。我不管，反正不能娶那个女人，进门娶了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母亲了。我笑了笑，我望着他，要娶妻的是你父亲，不是我。沈浩是气急败坏的，走之前吼了一句，还不是你留不住父亲的心。云芝忙来安慰我，公子还小夫人默契。我摇头，他不是小事，习惯了，这么多年什么错处都是我的婆母病了，是我照料不周，夫君公务繁忙，是我不懂分忧，连府中丢了只小猫小狗，都是我掌家无数夫人自是体大，要不要同老夫人知会一声？我用往云芝手里塞了块桂花糕，知会什么？沈浩，不就是他撺掇来的吗？侯府上下除了昏了头的沈怀之，谁不知道娶杜雉会遭人笑话？上辈子我出了那个头，婆母便能站在沈怀之那边，和他一起指责我善妒。可这次我欣然应允，他最是要脸面的人，不能坐视不理，又不愿跟自己儿子撕破脸，于是就让沈浩来闹我闹呗，闹翻了天，我都不会再在这件事上多费半分口舌。傍晚时分，西厢房就来了人，一见到我就焦急的禀报夫人，老夫人收拾了行装，说要出家礼服去了。好得很，又是这一招，那些年都是如此。婆母脸上永远挂着笑，嘴里永远说着最好听的话，可一旦有事不顺她的意，她就眼泪一抹。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侯府这鸡飞狗跳的不看也罢，我这就图个清静出家去。我自幼饱受规训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女子当如是，怎能把婆母逼到出家呢？那可是不孝，不替每婆母做出如此姿态，我就慌忙前去赔礼认错。可如今云芝我喊人，老夫人要出家了，快多准备些衣物银子，一并给老夫人送过去，再令管家速备好马车，趁着天还亮，再晚些泥关可就关门了。中永侯府人仰马翻，前有侯爷要娶新妇，后有老夫人要出家，而向来掌大局稳人心的侯夫人对此不置一词，下人们去问只答，都听侯爷的，都听老夫人的。云芝摸了好几次我的额头，只担心我是不是前几日病坏了脑子，我让他去取酒煮酒赏雪，再惬意不过。毕竟这场戏还有端时日唱呢，婆母怎会真的出家呢？上辈子直到被榨干最后一滴血，我才知道婆母当年交给我的账只是侯府的一小部分，她把这财产把着儿子把着孙子，根本没想过放权。所谓的将钟馗交于我打理，只是打着侯府没落的旗号，等着我用嫁妆填补府上开支，沈怀之又怎会轻易让步呢？这几年他平步青云，志得意满，那位杜姑娘又手段非凡，用上辈子沈怀之的话说，她是天上月，是云间雪，岂是你这等凡俗女子能相比的？想要我让她做妾，我看是你做梦。果然，婆母出京的路上，被沈浩哭天抢地的逼回府，3日后，沈怀之将选好的日子用红签纸递进来，很急，下月18又3日，婆母终于按捺不住，领着下面2房3房叔叔母弟席席的浩浩荡荡的坐满了我的院子。今日15从前，每月15，我都会召集各房一并用膳赏月。侯府内外无人不夸我一句贤惠，可他们也教会了我做人不该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。于是这一次，众人望着面前的一盏清茶，面面相觑。崔妙仪，你就只会使这种下作手段吗？哦，沈怀之也在，他以为我故意气的婆母要出家，故意喊来，众人却只给一盏茶，都是在无声的抗议。祖母一点膳食而已，咱们侯府还缺吗？我这就让李嬷嬷送来。沈浩说着，狠狠白了我一眼。我扯了扯唇角，只唇眼喝茶。崔氏，你若受了什么委屈，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不妨直说。婆母坐在主座，一脸仁善的开口，我算是明白了。原以为他喊来这么些人是要集众人之力劝，说沈怀之毕竟上辈子我和他大吵过几次之后，他清醒了些，将杜雉送出府，待到位极人臣无人再敢说他闲话时，才真正将他娶进门。不想他只是将人喊来攻讦我。是啊，母亲最是深明大义，定会为嫂嫂主持公道的事。2房的弟媳则都说崔家女贤的出众，依我看也不过如此。3房的三叔，怕是崔公死去多年，临死前交代的话都忘了我。我爹临死前交代你们照顾我，也没见有人记得呀。姨母，您是这侯府的主母，可不能不管事呀，是吗？
把我关去别院时，可没人说一句我是这侯府的主母，在场唱红脸的唱白脸的一人一句，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我。我一声不吭，只想着的跟云芝说一声，下次再有人来查，都不许送了。崔氏婆母猛地一拍桌，你究竟何意或发脾气了？我继续喝茶，莫无尊长，态度轻慢，是主母该有的样子吗？我眼皮都懒得抬。崔妙仪，你怕不是想想什么和离吗？还真说对了。茶盏在桌案上叮的一声，我抬手站起身，母亲说的极是妙，一莫无尊长，态度轻慢，上不孝母下不教子，无能治理侯府上下，请于妙仪一纸放七书，让妙仪归去罢。我屈膝俯身，不等众人反应，就唤云芝，这几日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众人只知这些年侯府日子越过越好，却不知我在其中花了多少心血。接下来的几年是沈怀之仕途最重要的几年，用花钱如流水来形容毫不为过。上一世我几乎补贴上自己的全部嫁妆才堪堪够用，这次这钟馗谁爱涨谁涨，我当着众人的面将账本全部交给婆母喊来管家，将各库房的钥匙悉数归还。这些年手中的田七第七铺面也一并清点，最后一个俯身妙仪，既无能耐又无福气，执掌侯府，正逢侯爷娶新妇母亲，必能寻得良人，我与侯爷便好聚好散，再生欢喜。偌大的院落寂静无声，少请他沈怀之砸了手中茶盏，原打算来会审我的人讪讪离去，沈怀之留下来发很大一通脾气，他大约是想和我吵架的，但我并不想同他吵，不值得的人多给一个眼神，都是在挥霍自己的生命，你莫要以为以合力为要挟，我就会让步度着本侯非娶不可。我耸耸肩，娶呗，你我夫妻10几年，想要和离吗？做梦我瘪嘴，那就不离呗。沈怀之气的手都在抖，最后一甩袖，离开时几乎将门都踹翻，夫人云芝又担忧的凑过来。我悠悠的倒盏茶盒，离哪儿那么容易呢？我父母早逝，我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和离书须得沈怀之和婆母共同签章，可沈怀之今年刚任工部侍郎，他若只是娶杜雉，尚可用顾念儿诗情意来粉饰太平，但他若为了娶杜雉与我和离高低的备参及本婆母呢，从入府起就盯着我的嫁妆。我父亲只是无甚背景的太子太傅，我母亲却是出了名的江南首富之女。我出嫁时红妆10数里，轰动京城，若和离我，岂不是要带走那些你在侯府囊中的嫁妆？这次当众发难，我本意就只是想决绝的割出掌家权，只是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婆母竟然同意杜雉进门了。据闻那日回去，她在房中怒气冲天，她以为他是谁，我中永侯府还离不了他了。第二日就对沈怀之松了口。我了解婆母，她大约和沈怀之一样，认为我众目睽睽的提和离事，以此为要挟，干脆反其道而行之，想到逼我认错，可惜算盘落了空。李嬷嬷隔3差5的来汇报婚事进程，我不理沈浩隔5差6的来闹一场，我无所谓。婚礼那日，婆母脸色难看极了，尤其不知是哪下人办错事，将帖子发到了杜雉的前夫头上，那前夫也是个妙人，竟还来了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婚礼第2日，婆母便赌气似的当着我的面，将账本地契等一应交给杜雉停好，再也不用拿自己的嫁妆，补贴这一家子白眼狼了，肚子同上被子一样，人娇嘴甜，没几日将婆母哄得眉开眼笑。沈浩也十分喜欢他，毕竟他不会催他读书，亦不会管他是否晚归很快，我这方院落就几乎被人遗忘。沈怀之忙着与他的新夫人新婚燕尔，沈浩忙着满京城吃喝玩乐，伯母忙着与新媳妇情同母女我呢。夜晚降临时，我换了身衣裳，从隐蔽的小门走出了侯府。婆母过来看不起我，在他眼里，尽管侯府已经有3代无人在朝中为官，那也是簪缨世家。我父亲虽是太子开复，却空有文人风骨，竟娶一个商户女为妻。我这沾了商户女血脉的，能入他侯府该烧高香，可偏偏就是我身上的商户血脉，让我将侯府那点微薄的产业越盘越大。那扇小门便是从前担心对他嫌弃，身上沾染铜锈，有些事情又不得不亲自出门处理，特意留下来的，却不想成为了我通往自由的一扇门。你是上座的长公主面陆金刹中永侯夫人吗？我摇头，殿下，臣女前太子太傅崔克之女崔妙仪，我不只善经商，我的父亲是备受敬仰的太子太傅。从小我跟着父亲博览群书，3岁成事，7岁成章。10岁那年，一篇江南赋在京城广为传阅，只是父亲说我到底是女儿身不宜太过招摇，隐去了我的名讳，说是他在江南的一位学生所作。我也曾愤懑，曾立下豪言壮志，此生必不输哪儿。可嫁做人妇后，我不得不收起书本，挽起发髻，掌中馈颂。公婆教子女是夫君侯府20年再回首，已然不记得当年模样，这辈子我会找回自己。长公主一直致力于推进女学，求贤若渴。侯府忙着娶新妇时，我匿名给她写了3封信，不出所料，她要见我之后，她也并未因为我的身份有所顾忌，反倒非常惊喜。
侯府夫人贤明远播，是家父之典范，想不到竟有此才思，且有此胆识。我因他所需，化名恒先生，游走于京城各大茶馆。不出1个月，京中出了名女先生博文强制谈古论今的消息，传遍四方。每日我有小门，出去之后，换衣裳也面惊感生色，竟从未被人发觉。3个月后，侯府里的侯夫人依然无人问津，长安街头的恒先生炙手可热。又3月，长公主与我谈话，妙仪，接下来的路，你的身份恐怕多有不便，是否需要本宫助你，和理我府身家中小事，不敢劳殿下费心。殿下，请再等我1个月，事实是半个月不到，我的机会就来了，嫁入侯府大半年，不知终于又有孕了没错。是又他跟了沈怀志10年期间有过3次身孕，但每一次都被他一碗落胎药送走。用沈怀之的话说，他铿锵又冷意宁死，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，这个无名无分的外世子，他毕竟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女，不像你，不像我母亲是个商户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夫君和婆母一样，一直瞧不起我。我生下沈浩后，再无所出，国府嫡系这一脉人丁稀薄，杜雉这么一怀孕，举家欢腾。直到有1日，杜雉在我这里喝了一盏茶，回去之后，下腹疼痛，迅速见了红我的院子，再次浩浩荡荡的坐满了人。崔氏想不到你竟如此狠毒。婆母为首将留有药物残渣的茶盏往桌上一放，侯府念在你家来14年，兢兢业业，恪守本分，给过你多次机会。这半年你不去我西厢房部，不是奉夫君不管理内务，严浩都不顾这些都罢了。今日你竟连未出生的孩子都下得去狠手，我并未将主座让给婆母环视众人，所以你们打算如何？婆母一挥手手，白纸写休书。果然我笑了笑，马上有人递支笔给沈怀之。沈怀之深深的看我一眼，妙一事，你欺人太甚，怪不得我提笔必要承责夫君，未免太急了些。我站起身，云芝马上跪下，老夫人，侯爷，今早杜夫人过来之前，公子来过一趟，不只是杜夫人的茶盏，并院所有茶壶都被下了药，请老夫人侯爷查验。云芝端出来几个茶壶，接着又有下人跪下，这是刚刚从公子房中搜出的药包，请老夫人侯爷查验。话音刚落，带着郎中的下人进院行礼。此人称公子的药是从他手中购得，请老夫人侯爷查问。沈浩当即抖着腿跪坐在地上，我抬脚便往外走。事后长公主问我如何能算得那般精准，知道杜雉会借沈浩之手陷害便罢，才知道他下的是何种药，又是在哪里买的药无他，我经历过一次罢了，上辈子就是如此。杜雉进门没多久就收拢了全部人心，借着怀孕之际向我发难，那时我怎么会想到呢？我是10月怀胎，看着长大的儿子竟然和外人来害我婆母，当着众人的面娶妻如你有种门楣。沈怀之一纸休书，娶妻如你有辱门楣。沈浩亲自将我关入别院，娶妻如你有辱门楣，一人一句将多踩入泥潭，再未起身过，我径直往衙门去带。众人反应过来，追上来时，我已经敲响了衙门前的堂鼓。崔妙仪，你疯了！沈怀志抓住我的手，你想干什么？报官，我要咬着牙陷害生母，不孝不仁不义，按律他是你儿子，他何曾将我当做母亲？我做事要再敲。妙仪，沈怀之咬牙切齿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衙门前的动静已经引起了路人的围观，跟在沈怀之身后的人也已经赶上前来。那2声鼓响，引得2个衙役出来查看，我握紧鼓槌听，执戟背朗声道：侯爷既有新欢，何不一别两宽？我要合理一时，竟无人在异度之腹中的孩子毙，幸比起还未成型的眼前人更重要。婆母护沈浩过来，像护眼金珠子似的，一听我要报官，告他气得险些倒地，可他不敢赌。杜雉进门时，他赌过1次了，输了，这次若再输，就不只是侯府的脸面，而是整个侯府的将来。我跟他算了笔，清楚账，将这些年补贴进侯府的嫁妆尽数要了过来。沈怀之一听我开口闭口都是银子，十分不耻，甩下和离书就离开。倒是杜雉李府那日亲自来送我，大抵是这半年我与世无争，让他觉得我对他的威胁没那么大，他对自己没上辈子那么狠，孩子保住了，送我时他挺着，还什么都看不见的肚子，挂着一脸笑，姐姐就这么走，妹妹真是舍不得你。一介女子，浩儿又不在身边，将来遇上什么难处，一定记得回侯府啊。他大约觉得我走了，等着他的都是好日子了。我依望着他笑，妹妹也一定要与侯爷恩爱长久，两相不离，可千万别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开始光明正大的为长公主做事，恒先生在京城已有根基，我又开始变学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才子加入恒先生的名讳，几乎无人不知。长公主趁热打铁，向陛下请愿，恒先生能学有所成，为何天下其他女子不可？陛下，我为天下女子请愿求父皇为女子开设学堂，与女子入学读书。但凡朝中有手，就派反对。他一语回怼，女子不能成事吗？你不妨去恒先生辩一辩，赢了再来说话。在长公主的极力推进下，
1年不到，京城第1间女子学堂落成。这1年间，我辗转在各种讲学和辩学中，用深埋书海来形容都不为过。无暇关注外界，但也不妨碍有些事情悄然的发生着。首先，杜雉的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小公子，侯府欢喜不已，大摆宴席。其次，沈浩盖一清了，可他近2年跟着一帮纨绔子弟棉花素柳风评不佳，从小带他的嬷嬷来找过我2次，想叫我管管他，至少亲事一定之前莫要胡闹，我并未搭理。快入冬时，侯府又发生了见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事儿。沈浩带着家中几房子侄大闹祠堂，起因是杜雉将各房吏银减半，府上人员轻减，伙食也轻减。沈浩认为是杜雉有意克扣中饱私囊，素质却嚷着是婆母有意藏私，他手中的家当根本不够一大家子铺张用度。云芝说给我听时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1年半了，我苦心经营起来的那些铺子，也该被杜雉败光了。素质赶走我，又生了儿子，自然不用再巴巴的讨好众人。尤其是沈浩，恐怕他正挖空心思，想把沈浩的世子之位弄到自己儿子身上。沈浩快16了，也不是傻的，自然与他针锋相对，没空看那一家子的热闹。开春之后，我会入学堂，成为首间女子学堂的首位女先生。但入冬后，长公主特地传我过去，跟我聊了一些侯府的事。钦天监断言，今年南方会有大雪，让朝廷早做准备。今日朝堂上，沈怀之毛遂自荐，愿一力负责此事。妙仪，你怎么看长公主一直看中我？他这么一问，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福祸两相依，南方若真有大雪的挑战，却也是机遇。沈怀之若能抓住这次机遇，又要再上一层楼，但同为女子，长公主懂我，我的付出，我的委屈，我的不分。长公主在暗示，若我不愿这样的机遇，她可以不给沈怀之上一试。的确，南方雪灾，沈怀之想常人所不能，想在朝廷的银子下来之前，便用府上司，及时送上大量御寒物资，大大减少了伤亡人数。因此，大公隔年，他就被陛下破格升为工部尚书，成为开朝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尚书。上一世，我为了凑那些银子，几乎变卖了全部嫁妆，也是在这件事后，我的私产全成了侯府私产，手中再无倚仗。这也是我没有我那些嫁妆，我不确定沈怀之会怎么做，但无论如何，百姓的身家性命之大事，不该裹挟我的私心。因此，我对着长公主感激跪地朝事为重，殿下无需考虑妙仪，甄选最合适的人选为宜。最终，朝廷还是将这件事交给了沈怀之。这一世的结局与上一世并不相同，沈怀之的决策倒还是与上一世一样，为了仕途也好，为了的百姓也罢，豪赌一把，在雪灾真正来临之前，就用府上私隐囤积了大量御寒物资送往南方侯府。没有我的嫁妆，却还有婆母私藏的那么些家当，婆母看不惯我而已。对，这个儿子向来听信，因此刚开始我以为他要和上辈子一样加官进爵了，可这一时还有一个杜雉。沈怀之听了枕边风，启用了杜雉身边的家奴，那家奴看起来忠厚可靠，抉择包藏祸心，一面做出运送物资南下的假象，一面卷款潜逃朝廷的银子下来后，沈怀之仍如上辈子一样自信满满的认为物资已到，并未再用那笔银子采购值到南方。刺骨的冰雪浇了他一身，拿了朝廷的银子，却没办事雪灾，死伤无数。陛下震怒，回京第1日就削了他的爵位，急了他的官职。若不是有几个老臣求情，他当即就要下狱。序文，这个岭东侯府过得格外寒碜，石炭都供不起所有银钱，老夫人都省去活动周转，想为沈怀之免去牢狱之灾。再次见到沈怀之，就是在长公主府前，我以为他还是要找长公主替他说情，却不想他拦在了我的轿子前。恒先生，可否有幸请先生品茶？我一直掩面示人，他又不曾听过我的讲学，并不知道恒先生就是我不想理他，他步步跟上恒先生的长公主宠信，能否在长公主面前替沈某美言几句？沈某必定我停下步子，揭开面巾望着他，沈怀之的脸一瞬变得煞白，不可思议的看着我。你恒先生竟然是你？沈怀之失魂落魄的走了走时，整张脸暗淡无光，嘴里呢喃着，怎么会成千14载？他大抵也不记得我当年的模样了。可惜他的失魂落魄只维持了几个时辰。傍晚时分，他又来家中找我了。妙仪，既然你就是恒先生，事情便更好办了。与晨间的暗淡不同，他的双眼又黑又亮，只要你向长公主求情，让长公主在陛下面前替我说话。妙仪，只要你助我度过这次难关，你还是我侯府的侯夫人，今后们恩恩爱爱，和和美美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我凉凉的望着他嗤笑，沈怀之，我是信号吗？沈怀之一愣，你的侯夫人是相亲了吗？沈怀之的唇抖了抖，你的脸面呢？你的自尊呢？谁给你的底气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？沈怀之突然怒了。崔妙仪，你以为我为了谁？我没了爵位，没了官位，你以为倒霉的是谁？还不是你儿子我儿子吗？我又笑了，他跟我姓马，
妙姨沈怀之声色软下来，妙姨你我夫妻10余载，你明知这次不是我的错，我不是没有购买物资，我甚至用自己的私产先行垫资，我只是识人不清，怎么能将罪责全都算在我身上？这些话沈公子就不必跟我说了，去向陛下禀明吧，该如何定夺？陛下自有主意，我不欲再与他争执，甩开他的手。临到门口时，我回头，沈怀之，识人不清也是罪，这罪过上辈子我吃过了，这辈子该轮到他了。沈怀之到底被下了狱，血灾，死伤那么多，要给百姓一个交代。判决下来之前，婆母来求我，沈浩来求我，侯府里但凡从前与我关系好一些的都来求我，我一概不见，他们在门外喊，侯夫人，您管了10几年的家，不能就这么不管了呀。我让云芝将那份和离书放大，太硬咬在了门口，他们又说，即便和离了，那也是孩子的父亲啊，我再将官府缉拿沈怀之的告示踏了一份贴在门口，他们还在说，夫妻10余载，夫人就这么绝情吗？我直接让人将他们都轰出去，搬去了公主府。1个月后，沈怀之的审判下来，陛下念在他祖上有护国之功，此次他又的确为人所害，削爵革职作监2年，终于没有人再来找我。一夜之间，树岛猢狲散中永侯府人才皆散了个干净，这时才传出来，杜志早在这之前就带着孩子跑了。我坐在茶馆，听了半个下午的八卦，有时候肚子卷了所剩不多的财物跑掉的，也有说此前的家奴本就是杜志蓄意安排为了侯府的银子的，甚至还有人说杜志早与那家奴有染，中永侯府的绿帽子早就戴到天上去了，众说纷纭，云芝都没打听出个所以然来，但我最终还是知道真相了。但是在1年后，杜志与那家奴对朝廷抓捕，连着那个孩子一起，据说被押入大牢时，路过沈怀之的牢房只一眼，沈怀之就疯了般的嘶吼。我第一时间赶去茶馆听八卦，史料没听到，倒是碰到了同样第一时间赶去听八卦的固执的前夫，没想到先生也有此爱好。此时我已经名满京城，人人尊称一句先生，倒不如我来说给你听。原来当年他休憩度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，不是孤舅，他退中永侯府的婚，是因为担心沈怀之也不入仕，成日在家中妨碍他与辛浩偷情。我当时正在驻守边防，大半年才过一次家，自然和他心意。说来惭愧，被一个奴才戴了绿帽，实在丢不起这个人，才胡诌了一个理由。沈怀之就没怀疑过他，跟他10年都不曾为他养育子嗣，他哪里敢生下来？太像辛浩就露馅了。那2人才真情比金坚，但发现被我发现，就因为企图给我用绝嗣药，竟是如此啊！难怪我生下沈浩之后就再无动静，难怪连杜志的娘家都将他赶出家门。好一个青梅竹马，好一个天上月，云间雪。回去之后，我忍不住大笑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他骗了我10几年，杜志骗了他10几年，天道好轮回，报应不爽，活该呀！他们说沈怀之疯了，在天牢里不吃不喝，又哭又笑。伯母或者说徐氏也在这之后病倒。他身边的嬷嬷来找过我许多次，说他有话想与我说，我都没理。直到一个大雪天，那嬷嬷说她熬不过这个夜晚了，我过去时她气若游丝的躺在床上，和我去世那年的模样像极了。你还记得我50大寿那年吗？你请了各地大厨，9981主，9981道菜，那么多人都围着我，说我必定万寿无疆，我侯府前途不可限量。还有那年新年，你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焰火，他絮絮叨叨说的都是当年侯府的辉煌，最后浑浊的眼睛定定的望着我，崔氏道，也是我侯府，对不住你，侯府早就不在了。我说徐氏眼底的光疏栏是落下泪来。沈老夫人，我望着他如今皮包骨的模样，我10岁丧母，自踏入侯府的那1日起便将你当作亲生母亲看待，我到底哪里不合你的心意，让你对我百般挑剔，上辈子我们魔杖一般想要得到认可，我付出所有我能付出的，他却始终不能满意。重来一次，我才明白我的价值，不需要他人认可。许是看向我过来，精灵的脸上一片茫然，半晌才嗫嚅道，可是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呀。又1年，沈怀之出狱了，我并未在京城见过他，只是听说1年前就上了断头台的杜志坟墓被人刨了。时光过得很快，2年来学厂里的学生越来越多，除了我，又有一名书香世家的女子，顶着家族的反抗入学堂教书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光阴总是明媚而快乐的。这几日进出学堂时，身后总跟着一个人，是沈浩。除去沈怀之入狱时他去找过我一次，我已经有很久没见过他。他长高了许多，穿着一身布衣瘦削的，几乎看不出当年的模样。大概是知道我不会搭理他，他并不靠近徐氏过后，唯一伺候的嬷嬷也走了。侯府家底早就掏空，没什么财帛留给他。我知道他各处寻过工卖力气的，干不来卖学时的他没有卖笑的，没几日他能将客人得罪，还倒赔一笔钱。如今靠着当年我逼他练出的一手字，卖点字画勉强为生。大约是看我今日盯着他，他往前走了几步，
母亲开口就是哽咽，我撇开脸，她也就顿住，我才不要走，对不起。那年她细如蚊呐，她说你几个月都不管我，说只是戏弄你，我不知道会那样上辈子的她，显然不是不知道这辈子她小了几岁，但是与不是我都不在意了。我回身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银子，这里是300两银子，够普通人家3年的用度。我抬眸望着他，你有3个选择，20岁入科考中进士的不少，20岁习得一门技艺养家糊口的比比皆是，20岁流落街头了此残生的亦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潇洒3日图归原路，一切选择皆在你，你只需知晓，人生没有回头路。我把银子放在他手里，转身离去，人事已尽，无论他如何选，都与我无关了。这日阳光极好，刚进学堂就有正在晒书，孩子奔过来，先生，他抱着我的腿，刚刚那个人，他们说是您的儿子，是吗？我牵着他的手是啊，那你怎么不管他呀？他好可怜的样子哦，何为管，就是抱抱他，安慰他，像对我们这样教教他，他已经长大，不需要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可是我看到书上说，又从夫嫁从夫，夫死童子女子该以父为天，以夫为天，以子为天方，才是好的女子。书上说的不对，那为什么所有书都是这样说的呀？因为我蹲下身，揉揉小姑娘的脑袋，那些书都是为夫者为夫者为子者的男子写的呀，那以后会有女子写的书吗？会的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，对吗？